女士们、先生们，以及此刻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莅临我们永乐拍卖艺术空间，参与我们今天踏古及今历代金石碑帖特展开幕式的活动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汪海。一金一石，一碑一帖，见微知著。习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以及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金石碑帖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金石学博大精深，全方位反映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历史文化。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出席今天踏古及今历代金石碑帖特展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士树先生，欢迎您；古籍善本鉴定专家孟宪军先生，欢迎；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员、著名金石学家胡海帆老师，欢迎；佳士得助理副总裁、中国瓷器及艺术品部资深专家戴戴先生，欢迎；中艺世界在线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华先生，欢迎；我国岭南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李德新，欢迎；知名书法家、保定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宝东，欢迎；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张振国，欢迎；著名金石学者、收藏家唐伟杰先生，欢迎；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温瑞，欢迎您；古籍善本书画资深专家、收藏家韩斗，欢迎；著名画家、收藏家刘旭，欢迎您；金石家、收藏家郭斌，欢迎；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顾清木，欢迎；金石收藏家李文明，欢迎；以及我们著名的收藏家张国营先生，欢迎；收藏家肖留洋先生，欢迎您；金华书画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志凯，欢迎；还有独立媒体人钟晓萌，欢迎；以及永乐文化创始人赵旭先生，欢迎；永乐国际拍卖总经理彭兆军女士，欢迎您。亲爱的朋友们，梅字文界即梅字，书写即传播。作为书记的金石碑帖是著名万世继往之来的重要载体。此次踏古及今历代金石碑帖特展，展出了历代以传拓方式留存的文字拓本，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它丰富了文化传播的路径，使得中华文化得以源远流长。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苏士树先生上台致辞，并宣布开幕。有请。老师您好，有请苏主席。麦吗？我给您别上。好，谢谢。尊敬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我们到永乐搞一个金石碑帖的一个展览。看了这展览之后啊，感慨良多。第一呢，见到我们多年的老朋友孟宪军，我们俩从80年代到文物出版社，一直到今天，是吧？所以这个文物出版社还是培养人才。他这么多年从文物退了休之后，一直在搞
这个鉴定，是吧？这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一看，我们都已经是70后了，他比我还长2岁。我是共和国同龄人，74岁，他比我刚才我问他，他比我大2岁。另外一个呢，见到我们原来在北大图书馆的胡海帆，大家见了以后非常亲切。他为这个北大图书馆搞碑帖鉴定立了汗马功劳。我为什么要提他们俩呢？就是今天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碑帖传承上，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在去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吧？以为这个碑帖传达就以为没人了呢。因为我们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哎，到这儿一看，大家聊得非常畅心。另外呢，还看到了一个可喜现象，就是这些碑刻、传拓、影拓都是年轻人做的，哎呦，让我感觉到非常高兴，是吧？我们那个时候呢，是靠在文物出版社见傅达佑，是吧？这个先生，到出版社向他学习，他在市文物局，后来傅万里，是吧？到后来现在的贾文中，啊，他们都在传拓上，特别是在这个影拓上都有绝技，是吧？今天又看到好多年轻的朋友，哎，在这展览当中，我一问，啊，都是年轻人做的，哎呀，这也是不得了的事。虽然照相机现在已经是很普及了，但是我们中国的非遗，像这种传拓，那也是非遗的一部分，是吧？在这个问题上，年轻人能够继承下来，而且在传拓当中还在原来基础上又有所发挥，这个真是很难得，是吧？不是说我们因为有照相把青铜器照得活龙活现，哎，另外呢还有这种工艺品的传承。你这里边首先纸你得会，墨你得会，拓包你得会，你没有这几样，你想传达出一个影拓一个好东西没门儿，是吧？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这个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掘祖国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金石学这一方面，我们永乐今天开展这么一个展览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跟孟远军那会儿在文物出版社就看那个朱先生弄了一个金石学，就觉得很不错了，后边就再也没有了。以前我们在琉璃厂买一个陆和九的金石学，就算很不错了，后边什么也没有了。今天看永乐做这些工作，办了展览，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有传承的意义在里头，是吧？特别是看到年轻人，不仅在传达上，在碑板上，啊，在考据上，哎，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是吧？年轻人能够把从阮元，是吧，等等，一直到今天能够传承下来，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它不在于说值多少钱，关键在于我们好多的东西，古的东西，通过传拓传到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看义山碑，那都是宋代翻刻，是吧？你再想找原来的没有了，现在原来的就一个琅琊泰刻石，还一个这个泰山刻石，是不是啊？这个义山刻石就没有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门古老的艺术啊，还得通过年轻人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样我们办这个展览才更有意义。再一点呢，就是在这个鉴别上，是吧？我想我没有孟显君、胡海帆那么清楚，是吧？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他们都是专家，是吧？过去我们都是在这方面，像启先生，像这个刘九安，是吧？像这个等等，史树清这老先生来学习。今天现在轮上他们来把一把关，把这个事儿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
再一点，我感觉到今天我们一看的时候，民间收藏不得了，啊，这个所以北京市这个规定就是说，要开展民间的这个民间的博物馆，我觉得这还是值得提倡的。很多民间里头，是不是啊？有收藏瓷器的，有收藏家具的，等等等等。哎，我们还有收藏碑帖的。这个黑老虎是吧？曲先生早就说黑老虎不容易，是吧？但是呢，今天看来有传承人了，哎，拿出来进行展览，我觉得非常高兴，是吧？我们在这方面嘛，多向年轻人学习。有些什么你们不清楚的，像孟宪君、像胡海帆等等，他们去请教，来把祖国的这个碑刻、金石学传承下去。我就说这么多吧，好。谢谢。苏主席，请留步，给您宣布我们今天的展览正式开幕。这个踏古基金历代金石碑帖特展开幕，谢谢大家。谢谢，再次感谢苏主席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今天开幕式的活动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永乐拍卖一直十分重视我们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一直肩负着保护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使命。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活动提高金石碑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以及参与度。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踏古基金历代金石碑帖特展的策展人、永乐拍卖古籍部负责人程盼盼女士为大家简要的介绍本次展览的详细情况。有请。尊敬的苏主席、孟老师、赵总、彭总以及各位金石藏家们，下午好。今天能够邀请诸位朋友参加此次踏古集今历代金石碑帖特展，作为晚辈是倍感荣幸。我这么多年一直走来呢，是有诸位老师朋友的支持和信任，在此呢也特别感谢大家。金石碑帖它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集文字学、书法、绘画学、雕刻等艺术为一体，传承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明足迹。金石学呢，它是从两宋源远流长，清代呢达到了顶峰，人才荟萃。在上世纪中叶，金石学呢逐渐沉寂。近几来，根据市场的这个活跃度以及各个地区做展览、做学术，这种活动呢，金石文化又开始复兴了起来。本次我们这个碑帖的展览呢，也是根据当下的一个热点，像各地的一些博物馆都在做这个展览，所以这次呢，我们也在我们秋季拍卖会之前，做这个碑帖的展览，也是特意安排在这个时候，想去跟这个金秋时刻跟大家汇聚在一起。本次这个展览呢，一共展览的这个碑帖的数量是76件，我分为了是3个主题，然后呢，主要是从时间跨度上来讲呢，是从商周到唐宋，然后地域跨区呢，它兼顾了有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四川、重庆以及江浙地区的分布。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它主要是以整张的这种整纸的这种形式会居多，主要呢也是想这个展厅让大家看到这个整体的碑帖。整体这个碑帖的整体面貌来呈现给大家，这样想的是整体的这个展厅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对于书法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研究啊，就是收藏、保护有一个更深的这个认知。然后我们就从这些碑帖当中呢，可以一探。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各个时期的这个文字图像，也同时呢能够欣赏到历代金石书画大家的一些精彩题跋，体会碑帖收藏的这个传承有序。也希望接下来以后在这个无论是我们永乐推动这个金石的文化展览、学术研讨，还是以及的拍卖，也希望大家给更多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金石碑帖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广，它包含甲骨文、金文、陶文、器物铭文、古玺印以及摩崖刻石、碑石，还有历代镌刻从帖等实物以及拓本，涉及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外交、宗教、民俗等等方面，也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民族文化遗产。来到我们今天开幕式活动现场呢，还有我们全国各地的金石专家、金石爱好者、金石收藏家。那么接下来环节将会有请他们一一分享他们的金石之源。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古籍善本鉴定专家孟宪军孟老师，有请。行，要不我们把椅子挪在上面呢，行吗？我们给孟老师搬一把椅子在这儿。大家下午好。哎呀，本来我跟潘友说不讲了，最近身体不好，睡眠不好，血压有点高。这个来了以后非常高兴，就跟刚才老苏说的似的，这么好几十年的老朋友，在这儿见到了，非常高兴。跟老苏，这个海帆，这个加尔德这位是戴，老同学，校友。这个唐伟杰，这是也是老朋友了。今天我说呢，我就是先祝贺这个永乐这个展览开幕。本来啊，潘友说跟我借几样东西，我那都在嘉德压着呢，被当做那个什么压着没还我呢，催了好几次。我也不想再出手了，因为我觉得很可惜，自己还要留几件玩玩。刚才一看见我的自己过去藏的东西，像《马江木记》，罗振玉给方耀宇这件就在这儿展览的，一看起来感慨良多。我这个，我觉得呢，我本来是不想说什么，我想省点力气，但是看到这个场面，还是想说几句。就自个儿吧，岁数大了，现在把我推到这儿，实际上我那天就跟讲课就说。实际上没什么东西，一肚子是半肚子屁，就是没什么真东西。但是呢，岁数到这一步了，就要做一个传承人，把我这现有的这点东西吧，尽可能的交给晚辈。其实现在晚辈已经超过我们了，比如说上海的诸位，像陈玉他们，像钟威他们都比我们强。这个，我跟钟威说，我说钟威你真棒。我说我要写一个这个碑帖鉴定概论，10来年前就在国家图书馆讲了，全国各地讲了好多次了，但是没写出来。还是你写这好，我要再写就抄你的了，没东西。像唐伟杰，比我棒多了，现在鉴定，而且研究的很深，很多年轻人我就不一一举了，我就是一个铺路石，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就是过去呢。没本事，跟老苏他们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到科学院讲过课，给人讲书法，那你写不好，是吧？写不好，后来就偷懒吧，走了一捷径就是鉴定，花点钱买点刻度板，就是这么学的。其实没什么，真正水平还是不够，不如现在的年轻人。刚才老苏也说了，现在年轻人在很多方面都超过我们。而且我们也希望一代比一代强，就是你们希望年轻人超过我们，把中华这传统文化呢给继承下去，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一个铺路石，铺得了铺不了，这就看这个大家这个什么了，大家抬举了，就这个意思吧，不多说了，耽误大家时间，谢谢啊。谢谢孟老师，孟老师是非常的谦虚，谢谢，而且还有点东西啊，本来拿到展览，没退回来，那个他们去找我去了。
没有东西家里乱七八糟的，没拿来。上次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您收藏的精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金石之源话题。接下来上台的这位嘉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员、著名金石学家胡海帆胡老师，有请胡老师登台，有请。有请胡老师。各位朋友，下午好。我没有想到把我也给点上了。这个看这个展览，我就是今天没想到，真是没想到。要说这个月啊，金秋10月真是一个好日子，连着有几个展览，故宫的展览。保利的展览，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呢，之前拍卖也没跟我讲是什么规模，我还以为是这个拍卖征集的这个汉碑。我说那还能有什么东西？就看看吧，捧捧场吧。哎，过来一看，真的突然就是惊喜的那个感觉就萦绕着全身了。为什么说惊喜呢？它这里的东西啊，规格很高，很多都是公藏的东西。你像那个大汶口文化的那个陶瓮山啊，山石瓦陶瓮，那个我是第一次见的实物，以前只在那个中国美术全集上见过那个图，这是第一次见到。还有好多我听说过，但是没见过，这次也见过，也还有好多很亲切的。我实际上是很不容易见到的东西，哎，可是在这儿也见到了。你比如说那个左宗基的那个墓迹，那个是这几年在这个四川发现的崖墓的题记。四川那个崖墓题记是应该是何应辉弄的那个书法全集的时候收了一些，大概收的不全，大概也就只有20-30种。后来北大了呢，就是有一个契机，买了50多种。那时候还觉得这东西看着有点怪怪的，跟北方这个就不大一样，靠得住靠不住。后来就要求我说能不能我们去看看实物，因为它这实际上啊也都是国家的这个文保单位收藏的东西，它是不让踏的。但是那个反正当地嘛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最后就踏下来了。我看一看，到当地一看，一钻这崖墓，我这东西绝对没问题。后来不光北大买了，我还给介绍给那个国图也买了，这样一下就给这个汉代东西啊增加了一大块。所以在这儿看了以后，感到很亲切。还一个呢感触呢，就是刚才老师讲，现在这个年轻人真厉害，像老孟说的，远远超过咱，真的远远超过咱。刚才我跟他聊天，那个东西他藏了。另外呢，那个踏工也是新踏工，这个全形踏得真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搞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好像全国全加起来的这个搞这个也不过就是18这么多吧。现在放心了，后期有人了，而且都超过我们。所以真的为这个中国古籍金石碑帖这个事业以后能够发达感到高兴，从内心的感到高兴。好，谢谢大家。谢谢，感谢胡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知名书法家、保定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宝东先生上台分享，有请。尊敬的苏主席、封老师，各位前辈，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河北保定涿州市，我是一个普通的书法爱好者。
今天呢非常荣幸来到咱们永乐拍卖。刚才那个我仔细的看了看，这里边东西确实是非常的这个震撼。能在永乐搞这么规模的展览，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因为中午呢刚从故宫这边转过来，我觉得咱们这东西非常的好。其中有一件是我们保定的这个皇帝的东巡碑，这个是我们保定甚至我们河北的这个珍宝啊，而且非常可贵的，里边还有寿鸿飞先生的还有题跋，他编过那个易县的益州志稿，非常好。因为这个东巡碑，我曾实地到那个易县那个峡谷里边去看过，它有3块，这是其中1块，另外还有2块都陆续的发现了残石，我觉得非常的珍贵。我们涿州呢有这个冯铨收藏的会稽石亭帖，在我们涿州收藏了几十年，后来在我们涿州刻了会稽堂法帖，现在在那个北海。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我从14年我们就成立一个组织，叫会稽石亭金石雅集，就是推广这个会稽石亭文化。另外呢，我们也在当地申报了这个传踏的非遗。也希望呢，今后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多多支持，也祝愿永乐拍卖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张振国先生上台分享，有请。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张振国。我在北京呢，从10年开始一直做金石学的传播。我现在有一个公众号叫金石器，以前还编过一个非常艺术丛书。这个丛书里边呢也有金石的栏目内容。其实说来也，刚才我跟苏主席一样，我也很感慨，因为10多年前吧，在我10多年前，我是喜欢上金石碑帖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像今天这样的展览，尤其像故宫这样的展览，几乎是少之又少。那么发展到今天呢，我觉得金石的这种，无论是从收藏也好，研究也好，它的热度现在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更多的朋友的这种关注，专家学者的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其实金石学呢，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众的一个门类，但是它跟我们每个人、跟我们生活、跟我们的文化艺术是息息相关。它的文字学、历史、这个社会制度、职官啊等等，它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呢，因为喜欢书法而喜欢金石，所以给自己就是立了一个志向，就是在今后的这种生活当中，一定要把金石作为我一个学习，一个进步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今天我也很荣幸能来到永乐举办的这个踏古集今这个活动啊，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如果我有一些想法的话，我就是建议，如果再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多搞一些学术的这个专场。别的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谢谢大家。希望以后多跟各位老师多请教学习，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张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在座的各位金石学者的金石之源。接下来登台的是佳士得拍卖助理副总裁、中国瓷器及艺术品部资深专家戴先生，有请戴老师。
大家好啊，我是佳士得中国瓷器部的资深专家。那我从事这个中国瓷器及艺术品这个部门呢，1997年开始，在那个时候呢，金石碑帖还是属于书画或者古籍中的一小部分。以我个人工作经历来说呢，当时呢，我们会请一些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些青铜器以及文房像竹刻上面的拓本，作为拍品的辅助呈现手段，印制在图录上。那在当时早期来说呢，就是金石碑帖还没有完全剥离出书画以及古籍像此前1996年纽约佳士得所拍的那一批非常著名的张氏所藏的金石碑帖，那也是放在书画场里它在拍卖的。那到现在，金石碑帖被单独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一个板块。无论是从艺术角度，或者是从市场角度来说，它呈现出极大的影响力以及吸引力。那由此呢，我们再来看金石碑帖本身。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展览，我们可以看到，既有以邹斋为代表的一些青铜器的全形态，以及还有像在座的苏主席，以及像更早期的那些藏家所做的题跋。那金石碑帖的这个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由过去的一个总的分类里面，它有可能会更加的向这个细分化来进行演变。比如说青铜器的全形态，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收藏的单独的一个小品种。那除此以外，像木质、汉碑、唐碑诸如此类，很多个金石碑帖里边的一个小品都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具有独特性以及吸引力的一个品类，因为感兴趣的人是越来越多，同时呢，资料的发表以及研究也就越来越深入，那造成的这个展览的效应以及大家的兴趣也会越来越广泛。所以呢，我个人是非常的有信心，在将来这个整个金石碑帖的文化会发展越来越蓬勃，同时引起关注的人们以及对此有兴趣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希望今后金石碑帖这个板块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也再次感谢戴总来到我们今天开幕式的活动现场。接下来登台的是古籍善本书画资深专家、收藏家韩斗先生，有请韩老师登台。有请。大家好，我叫韩斗。赵总来了，实在是没有做好准备啊，这个盼盼呢，把我叫过来。我想说一下呢，就是说我首先声明一下，我于金石这块呢，金石拓片这边我是一个门外汉，因为20多年前呢，实际上我已经就认识孟老师了，而且那个时候还经常去孟老师家呢，向他请教。但是呢，后来我的收藏方向呢，就是有一些偏转嘛，就是喜欢收藏一些信札呀、什么这些，包括名人墨迹这一块。但是一直呢，也关注这个金石拓片这边，包括我后来从事这个拍卖这块，就是我呢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金石呢确实是一个阳春白雪，而且是很小众的这么一个东西，如何把市场和这个学术结合在一起呢？这样可能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因为这个普及工作呢，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以后的方向。你就比如像我们收藏信札的人呢，就我们自己结了个社叫简社，而且出了自己的刊物，虽然是民间的，但是影响也是蛮好的。我就说。盼盼呢，他虽然是90后，但是呢，他做了一些，就是说他自己应该做的，而且他也有很多情怀在里头。包括永乐呢，他就做这个展览，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称道的，因为我今天看了这些展览，真的我都觉得特别的好。所以这一点呢，我就说主要是来学习的啊，对不对？好，谢谢。
谢谢韩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唐伟杰先生上台发言，有请唐老师。大家好，今天让我来，盼盼让我来，我实际上确实很胆怯这种发言的场合，但是刚才听，苏主席、孟老师还有胡老师3位老前辈讲的，还有诸位同道讲的，我确实还有一点小的感想哈，一个是呢，就是刚才孟老师、苏老师、胡老师他们讲的，以前全国弄碑帖的可能也没有这个手一翻，可能是10个人左右，就是很少的人数。我参与其中呢，可能也有个十几年的时间。刚才主持人介绍，包括盼盼说把我介绍成金石学家呀，说鉴藏家，这个非常不敢当。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收藏的爱好者，也是研究的一个爱好者而已。然后我个人的这个亲身体会呢，刚才戴兄也说了这事儿了，就是以前可能玩碑帖是囫囵的都玩，或者是只是作为一个很小的项目，没有再细分嘛。但是今天其实通过展品，包括与会的诸位同道，我们能看到，传统的搞版本的，搞这个稀有品种的，孟老师一直是我们，在收藏这一块，一直是我们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度哈。这个一直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或者偶像。胡老师他是，见多识广，我经常向2位老师请教哈，就是尤其胡老师对帖的研究，这个应该很少有人能，即使到现在我们有这么多资料的情况下，好像还是很难有像胡老师这么博闻强志的专家哈，这个是由衷的钦佩。苏主席我是没有之前没有缘分请教，但是今天哈，我还看到包括保定的张保东老师，还有张振国先生，我都知道他们在金石提拔上用力非常勤，包括苏老师，苏主席在那边的展品上面的提拔，都是在这个金石碑帖这个提拔这一块做出很多努力的人。然后传统收藏碑帖这一块，其实现在仍然在展的故宫的展、保利的展，在这一块做的，至少展品上是这一块登峰造极的一个展览形式。我们永乐这次弄的展呢，它可能照顾的方面更宽广的多，就是包括提拔，包括我们主持人汪海，他在青铜器、金文方面的研究，也应该是在我们年轻一代中翘楚的人物。包括还有在座的一些玩碑帖的，也是各有千秋吧。让我内心也能感受到这个碑帖好像是越来越热，有一种方兴未艾的蓬勃的生机在。也是因为碑帖的原因，我会经常去疫情之前会去日本比较多嘛。我个人的一种小感触就是，当我走在这个东京这个高楼大厦特别现代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哈，我会觉得玩碑帖的人在哪儿呢？就跟他的环境非常不搭。他那么现代，然后我整天弄这些破旧的纸片的人，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实际上据我的了解，好像日本除了伊藤滋老先生也80岁左右了，他还是在世的这个金石研究或者收藏领域的佼佼者，但是后边的人我们在拍场上是看不见了，没人去买碑帖了，甚至研究碑帖的人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研究的收藏的都很少。由此我想到今天哈，我们现在这么蓬勃的
这种气象，20年后会怎么样？30年后会怎么样？或者50年后会怎么样？就是我们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像苏主席、孟老师、胡老师他们这种感慨后一代，还有这么多同道发展起来，感到很欣慰。50年后，我们这一代人还有这样的欣慰吗？我不确定。但是在当下，一点小的感想就是，希望能够传承下去，或者越来越好。就是在3位老先生他们这一代人老人的带领下，咱们能造起来，把这个展览，包括各方面金石学术的研究、收藏、鉴定，都能够各尽所能吧。这也是我特愿意参加这类活动的原因。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唐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温瑞先生上台发言。有请温老师，我们分享他的金石之源。谢谢。各位老师，下午好。我能站在这儿跟大家做这个交流，其实蛮意外的，完全是没有想到的。这个程总跟我讲说，这次要办一个展览，这个永乐呢这次要以书法为线轴，在各朝像这个商周、两汉、唐宋，在这个整体上做一个有串联性的这个展出。希望呢我能参与，借阅几件展品。我呢就借阅了几件这个整轴的一个这个碑刻类的展品。我完全是一个业余的收藏者，跟各位相比呢，这个可能还是距离是比较远的。因为我看各位老师前辈，不管怎么说呢，都是在领域当中的翘楚，或者在收藏界沉吟了很久，多少在各个业内环节都是一相对从事文化专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业余的怎么说也是不能跟专业相比的，所以呢，我来主要是让大家学习各方面这方面的知识。说起来，让我呢说说这个拓本和金石的结缘这个事儿。我结缘呢也算是个很偶然的原因，在10几年前，因为认识了这个圈子里头的一些朋友，拿来了一些这样的拓本展品给我看。我其实以前是个爱好还算比较广泛的人，但是结识了金石这一门类以后，我发现慢慢其他的爱好在我的这个时间当中占的比重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了，就是金石一门一类。那么这个事情能够长期的吸引我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其实金石这一门类来说，在整个文化传承当中可以说是凝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也就是说，达到金石的爱好和收藏，并且真正领悟其中的这种美妙，其实对一个人的要求是蛮高的。你对书法、对于纸张、墨色、拓工、历史要有充分的渗透和了解，才能真正领会到其中的美和亮丽。就是说，黑白之间、方寸之间这种感觉，其实很多人可以意会，但很难言传。就是十几年下来以后，我觉得我越来越被这个事情所吸引。那么这个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很难缺少的一部分。但是真正体会到它的美和精髓，我觉得可能随着时间和岁月的慢慢的过去，我呢可能会越来越多的领略到其中的美妙。刚才我见到孟老师和苏主席讲到我们这个传承文化的特点，还包括希望以后把这件事情推动传承下去。胡老师也讲，发现这个刚才的这个四川的这个刻石、崖木刻石，新发现的一些考古，包括这种遗迹的表现，确实能够不断的吸引人加入到这个行业和领域里面去。我觉得收藏本身怎么说，在我理解就是一个词：时间。就像我来这里刚才碰到孟老师，孟老师说：“哎呀，看着看着，我觉得，哎呀，慢慢就老了。”说我还年轻，其实我也10几年过去，我觉得我头发已经开始白了。就是你会觉得每次看一次展览，展品跟藏品它都在那里，都是差不多一类的东西，而每次看展的人一点点在变老。这东西藏品都是几百年、1000年、几百年的古物，他们其实没有人变老得快。
所以我觉得每次参展我都能看到一些以前的老朋友，一些老师，还能看到一些新的面孔。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一个传承不灭的文化继续。而且我觉得这次永乐的拍卖实际上为这个事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每一次展览，每一次产品的展出，其实都能推动一类，包括一个或大或小的门类的发展。就比如说这个唐碑，唐碑原来4家欧洲盐储拓本并名，但是呢，19年大家也知道有一次日本的这个盐碑的大展，整个带动了全国对于盐体字的研究和整个碑刻展览，然后层出不穷，使它这个事情充分的被带动挖掘起来。所以以后这样的展览，可能每一次在或多或少的哪个层面，就能推动一次文化的发掘和研讨，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好，谢谢大家。谢谢，也感谢以上各位收藏家、各位金饰学家的分享，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此次踏古基金历代金石碑帖特展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它将古今串联起来，让朋友们一睹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等不同时期的经典碑帖，包括甲骨、金文、石刻、陶文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拓本，体味历史与艺术的冲撞，感受这一纸难求的下真迹一等的文物带来的视觉感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永乐文化创始人赵旭先生上台讲话，有请。谢谢王海，各位专家啊，苏主席啊，孟老师啊，唐老师啊，这个各位前辈啊，对于这个金石碑帖啊，我是晚辈啊，因为我是从近现代书画开始学起，慢慢了解一点古代书画，但对于这个金石碑帖呢，我是在这个那一想是在90年代碰到过秦公先生啊，那秦公先生是这个黑老虎的专家，那时候我才知道黑老虎啊，就是那秦先生是不是就是黑老虎的专家呀？那个孟老师，那是特别棒的哈。最近呢，倒是我碰到了这个，一个大收藏家叫刘义谦，我们有个交流，因为我们这次呢，跟他谈到他，这不是给这个苏富比送了一批油画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怎么看这个艺术品市场啊？怎么看这个市场？是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还是油画，还是古董啊？这个市场是，现在在这个经济状况下、大趋势下，我们这个市场会怎么样呢？他就讲，他说，就是这个，他认为啊，当代艺术啊，是这个周期短的，因为当代艺术呢，现当代艺术呢，就是油画进入中国呢。就从这个李铁夫开始啊，也就100年，当然那个郎陵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传教士那时候还不是很广泛的啊，就是真正进入中国，就是中国人到西方去学习啊，和西方把这个油画的这种形式带到中国来呢，也就100年。他说，刘先生讲的就是说。他还更爱的是古画，当然我讲的这个事情呢，跟这个碑帖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是从这个市场上来分析这个碑帖的价值啊。我们这次呢就是从刘先生那儿是拿到了一批这个很重要的古代书画，这个拿的时候呢也是
很费事儿啊，因为这先生并不缺钱的，就是纯是磨的，但是就是通过这个，因为古画跟古籍它有一个联动性，而且就是说，原来我理解呢，就是那秦先生那时候，他对于古画的研究也还是有的，但是他主要是这个碑帖的这个收藏家和学者等等啊，就是这个都像这个刘义先所讲的这个碑帖啊，这个黑老虎呢，就是说收藏起来呢，就是它这个周期很长，因为这个有宋拓呀，甚至更往前的拓。这个就是时间很长。那我们古画也是有宋画，那就是凤毛麟角了。那唐画那几乎就没有见过，就是很少了，几乎都是拓本了。那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做这个展呢，我想就是说，现在就是各个博物馆都在做这个碑帖的展，都在做古籍的展。因为现在这个经济呢，对于消费来说，因为我们是收藏嘛，对于消费来说呢，现在似乎呢好像是市场上是不太好，有点那个收藏和市场的氛围呢是有点缩小啊，是有点缩小。但我想，这个古籍善本，碑帖、金石碑帖，它会像古画一样啊，因为这个现在其实，艺术品的这个主要的大的成交，是在这个现当代艺术上，是在这个油画上。像我们永乐呢卖这个几千万的油画呀，1、2个亿的油画呢，还是每年都会出现几件的，是我们的一个很重的一个成交。那在这个现在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永乐的秋拍呢的最大的亮点呢，是刚才所讲这个刘先生的这个古画，还有一些近现代书画，还有一些古代的其他的作品，还有我们的这个古籍善本和这个金石碑帖。就是说这块呢，我们在我们这家公司呢，会在就是现在这个形势下呢，会注重就是这个周期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品的这个推广。我们做这个展呢，也是要推广这个金石碑帖、古籍善本。因为我想在座的各位呢，就是从事收藏、从事研究这个金石碑帖的这些专家，也是很久了，都不会离开这个圈子。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周期很长的这种，至少是我想得1000多年吧。这个金石碑帖啊，这个历史啊，我想对这个现在这个市场来说，市场是稳定的。这是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啊，因为我一直在后面听各位这个前辈专家的这些分享，所以我想也是请各位呢，这次我们办这个展是一个请各位其实来交流，也是我们永乐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呢，能够呢推动这个金石碑帖的这个推广和发展，也希望各位前辈专家能够呢对我们一个支持啊，我们共同努力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感谢赵总，也感谢永乐拍卖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各位金石学者、金石爱好者相聚在我们永乐艺术空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金石成学始于宋，盛于钱家，今日更是大放异彩。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展览，让观者灌溉经典，造端举要，也期待在未来金石复兴，以照来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踏古及今历代金石碑帖特展开幕式
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莅临，谢谢各位网友关注，谢谢大家。有请我们各位嘉宾，我们上台合影留念。有请工作人员，我们搬地牌、搬椅子吧。